原文：善行者无彻机，善言者无瑕事，善数者不以陶测，善闭者无观月而不可起也。善解者无莫约而不可解也。是以圣人恒善救人，而无弃人，物无弃财，是谓深明。故善人，善人之师；不善人，善人之基也。不贵其师，不爱其机，为之乎大咪，是谓渺要。白话：会走的不费力，会说的不偏颇，会数的不用算，会关的没钥匙打不开，会绑的没解法松不开。圣人有本事拯救天下，使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此即正大光明。因此，善者可学，不善者可用。学不可尊，用不应循，只如梦幻泡影，才是真之道。会走的人不费力，会说的人不偏颇，会数的人不用算，会锁的人没钥匙开不了，会绑的人没解法松不开。圣人之所以能拯救天下，就在于他懂得让每个人发挥所长，让万物都能各得其所，这才是将正道发扬，使光明普照。因此，善者可以学习，不善者可为用。学问不受权威定理所局限，行事不应既有惯例而保守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能不惑于法相者，才悉知善的真谛。本篇共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段是论述的范例，作者以行、言、述、谛皆5种才能来说明善的多样与巧妙之处。第二段是全篇的主轴，圣人能拯救天下，在于使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第三段则是应用之法，说明善者可学，不善者可用，即便不完美之人，也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。然而，这3段在笔法与意旨上并不完全一致，也因此不排除此篇出自后人之整理与阐述。第一段或许是作者原文，约在夏朝后期；第二段可能源于大禹治水的思想，属夏朝初期；第三段则像是觉悟者的省思，约在夏朝中前期。所谓无器，其实并不容易，那需要极深的洞察与用心。万物皆有其用，用得其所，便是珍宝；用错了地方，变成了垃圾。今日世间的污染与浪费如此严重，不正说明我们的大方向出了问题吗？不贵其师，不爱其机，为之乎大咪。这是一种极高明的见解。世人往往言必称圣人，言必称鬼神，或言必称君子，这其实就是贵其师，执着于名相，拘泥于权威。同样的，爱其机也是如此，执着于自己所拥有的、所依赖的，其实都只是贪婪与守旧。然而，真正的明智在于能善用万物，却不为万物所困；能明白万物的运行之理，却也洞悉其空幻的本质。大咪之意，与佛家所言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所谓为之乎大咪，正是对真相的觉悟。因此，能不执着、不贪恋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本文所谈的，实际上是关于用人之德，如何让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其目的在于维护夏朝的治道。正如无为是对有为太甚的一种觉悟与修正，它并不直接影响治理的高低，而影响治道水准的关键在于道究竟取法于何者。夏代治道取法于自然，故为道法自然；商代转为取法于人心，故为道法人心。到了周代之后，则取法于制度，而成道法制度。随着道所取法的方向不同，治理的水准也就随之改变。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法、暴、乱、灭、亡，这些都只是名词，真正重要的是它们被用在什么地方，又如何被运用。若以治理水准而论，道治与德治，取法自然，治理可达8-90分；仁治与义治，取法人心，治理约在60-70分；礼治与法治，取法制度，治理仅有40-50分。以现今社会为例，我们行的是法治，立法司法是法治之道，维系法度是法治之德，安抚民心是法治之仁，救助百姓是法治之义。以此类推，法治之礼法暴乱灭亡，层层相生，各有定位。这就像一棵树的分支，或数学中的分形。道治是取法自然，以道为治；法治是取法制度，以法为治。在道治之时，有维护道治的德；在法治之时，也有维护法治的德。这两种德虽同为维持之德，却分属不同层次的治道。理解这一点，才能真正明白当前治道的用人之德应该如何发挥，才能使人尽其才。对于人类而言，肉体只是感官的接收与反应，唯有灵魂才能真正感受与感应。因此，若一味追求物质发展的治理方式，人民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。物质所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快乐，就像牲畜或宠物的干饭时刻，因肉体感官的满足而产生的短暂快乐。换言之，大多数法治国家其实以牧民的心态治理人民，而在法治之下的体制中，百姓更常被视作能被开发取用的资源，如人矿，如韭菜。然而，无论是以道法人心为本的不丹，还是以道法制度见长的北欧，这些人民普遍感觉幸福的国家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：自然环境良好。唯有自然环境得以安然，治理的水准才可能真正提升。若为了经济发展而破坏自然，那无疑是最愚昧的治理方式。不丹之所以曾被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，正因为它取法于人心，而非仅仅制度。人民的幸福感源自内在的平静与外在的和谐。即便国家在物质上显得贫穷落后，那也无妨。就如考试成绩的高低，取决于学生的资质与教育内容，而非教室的华丽装潢。真正善的教育是因材施教，真正善的治理是人尽其才，能让众人各展所长，而不被抛弃。
不被贬低。那么，应该如何对待所谓的不善人呢？在道法自然的道德之治中，是让人尽其才，能以疏导方式让不善人发挥长才，使其成为利益众生的可用之才。在道法人心的仁义之治中，则以教化为主，帮助不善人恢复健康良善，并使其受到公平对待。而在道法制度的理法之治中，则以法律为手段，迫使人们遵守规定。对于不善人，通常是依法规范辅导就业。同样一件东西，放对地方就是宝，放错地方变成了垃圾。所谓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或许其中还蕴藏着稀土矿呢。而不可再污的粪土，何不变成肥料或者用于发电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用心思，是否愿意花心思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天下人无弃财，物无弃财，真正做到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。在道法自然的治道中，其实没有恶人或坏人，那些被视为不善的人，或许只是先天有所不足，或是思维异于常人，但他们并非无用，更不是邪恶之人。只要善加疏导，善加安排，善加打磨，就能使其发挥生命，绽放光彩。若要理解道法人心与道法制度对不善人的不同态度，不妨以教育为例。例如学生考试不及格，道法人心的教育会补习、辅导，让学习能力不足的同学重新找回信心与方法。而在今日的道法制度政治中，用教育来形容，就是老师拿着藤条监督学生，而学校只追求华丽的外观与高档的设备。由于老师也是如此被教育成长的，自然也只会复制同样的方式。于是，那些成绩低于40分的学生，就只能等着挨骂、受罚。